安，我现在在准备看金色的策马特。我现在在一个小小的桥边，哦，好像开始定睛了。早安，早上5:30就出来，然后要看日出。有突然瞬间停车，但是那时候就是有云，后面有云，就是挡住那个挡住有色的阳光了。对，就一上来没有多久就白色。上次我们是搭红色的登山火车，这次叔叔有不同的安排，是要去哪呢？我们要去走五湖践行步道，所以我们要坐的是 Sunnergar 到 Rothdern 的缆车，但是 Rothdern 还没有开放。我们今天会先到 Blue Herd 跟 Sunnergar 去走2个湖泊，最重要的湖泊。有瑞士通行证的话，它就可以有折扣半价。对，但是如果你是直接搭配购买，是策马特群山镇，就可以用这个券就直接上去达成了。对，好美哦！五湖践行的起点，但我们今天不会走到那么多湖，因为今天只有开放到Sunnergar、Blue Herd 跟以上的那个 R 开头那个站都没有开放，就是因为雪还没有融啊。这里好冷哦。走到的尽头就是缆车了。这个好像我们在日本有搭过类似的车耶，就是那种倾斜的那一种。对呀，阶梯式的。酷哦！我想要搭最后一节，好酷哦！这是一段非常特别的体验，因为它不是一般的空中缆车，而是像地铁一样的登山地底缆车。整个车厢会沿着斜坡快速往山上冲，大约短短3分钟就能从海拔约1600公尺的策马特一路上升到2288公尺的 Sunnergar 观景台。到了，好近哦，好大哦，好大的马特洪峰就在面前了。哇！一出站走下去3分钟就可以到第一个湖，是最简单的一个湖，叫 Lacy。后面就是超级大坑的马特洪峰哎。对，在哪里啊？在这里。我们上次冬天是也不能来这里啊。对啊，冬天这边也都不开放，只要这边下雪，这边都不开放。但是我们这次也没有全面的开放，所以其实还是要看一下时间。哇，坐在那个椅子超梦幻的哎，那好像坐在悬崖边哦。眼前这个轨道呢，就是直接从 Sunnergar 坐电梯下来，就可以看到第一个湖了。所以你也可以不用走这一条路，你直接坐电梯就可以上下 Sunnergar。看第一个 Lacy 到了，走差不多3分钟就到了，还蛮小的一个湖。从 Sunnergar 搭缆车上来，走没多久就会遇到这个超梦幻的小湖 Lacy。这里被大家昵称是马特洪峰的明信片角度，因为只要天气好，湖面够平，就能拍到完美倒影的马特洪峰，超级浪漫。第一个湖真的蛮小的，小小的，小而美。我们
们现在准备往第2个湖 Monster Sea 走。基本上我们今天可能只能走这2个湖，因为上面的 Blue Hearth 没有开放，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往上走。这里的指标很明确。对啊，他们网络上的人都说，只要遵循着这个红白的指标走就是五湖践行步道。之所以会从 Bluebird 那边走过来，是因为那边沿路是下坡的过来，所以会比较好走，所以没有人在逆行的。我们呢？不要，看到第2个湖吗？还没有看到哦。从 Lacy 走到 Mudgee， 全程大约只要走30分钟左右，路途不算难走，但有些地方是碎石坡，要注意一下脚步哦。沿途风景超美，一边走可以一边看马特洪峰不同角度的样子，走起来其实很舒服。我觉得这路都蛮好走的，其实。还好今天天气很好，前2天都是下雨下大雨，我都有点担心。就今天放晴，然后我们时不时就一直在回头看，云没了没？我觉得云等一下就彻底的没了，这坨走了，下一坨还很远。啊，前面看起来像没有路了，前面感觉好像断崖有没有路了？结果有路吗？有啊。哦，看起来像没有路一样。哇，这个湖好美哦，颜色不同哎，已经看得到湖了。对，哦，绿色的，为什么是这个颜色？这是蒂芙尼蓝吗？对耶。Mudgee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湖水颜色是那种梦幻的 Tiffany 绿色，因为湖水来自冰川融水，里面含有冰川泥，所以颜色看起来非常不一样。旁边其实还有一座小小的水坝，是用来发电的人工湖，但整个湖区的自然景观却意外的融合很好，不会有那种太工业的感觉。天气好的时候，这里也能看到马特洪峰，虽然不像 Les 那样有完美倒影，但因为湖水颜色太特别，拍起来一样超级吸睛。哇，你好欧美哦，你是欧美人呢。现在叔叔要带我们去第3个湖 Mudgee， 距离第2个湖路程大概在30分钟。对，所以大家要算一下你回程的时间，然后就知道你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下山。我们这样来回大概应该是2小时。虽然脚下是登山步道，但视线前后左右都美到像假的。这段路根本是马特洪峰的陪走路线。哇，有小木桥哎，跟着红白指标。哇！我觉得我们好像魔界远征军哦。这样子走这段，我觉得也是超美的。对啊，我们现在果断放弃第3个湖了，因为我们的山峰券可以去很多地方，所以我们决定要赶快再下山，然后要去坐缆车。对，我们要去一个冰雪的国度。对，因为它太早关门了。因为我们刚刚查，它大概3点半就关门了，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去都有一点赶了，就可能没办法吃午餐了，要赶快上去。对啊，上去再看看。上去再吃啊。对啊。好累，好喘哦。我想要坐电梯。太美走回来了。的路上，所以人家还说
无限行步道，因为从最高点开始走，你就会一直面向马特洪峰。从 Mergeci 走回到 Glacier 的路上，最惊喜的就是不管怎么走、怎么转弯，马特洪峰永远都稳稳的矗立在正前方。这条路真的太梦幻，怎么走、怎么拍都像极了明信片的风景。马特洪峰跟苏苏峰，苏峰，你要跳一下，好跳哦！为什么可以这么跳？哎呀，好了，我们要下山了。对，我们下一站换另外一个景点。要用狂奔的。我觉得啊，像我们这种很悠闲的行程的话，的确是可以考虑，就是买巡山证这种方式，因为你想要去哪就去哪，然后你也不用担心你要买票，你就是直接 go。而且很适合在这边待了好几天策马特的人，没错2天、3天券都有。所以其实有很多种组合搭配，如果你们不知道怎么配的话，其实就可以去问一下飞达。像我们今天比较走登山行程，然后等一下要去另外一个山的话，就是可以配巡山证，就是各种不同的配法，他们都可以帮你代买、代购，还有代规划，超级方便。没有箭头，写 Matterhorn Glacier Paradise。我们要去冰川天堂啊！这缆车也太大了吧！第一段我们会搭乘 Matterhorn Express 上到 Fury， 这段大概10分钟左右。Fury 是一个中继站，也有一些健行路线从这边出发，不过我们会继续往上走。我们现在在 Fury 车站，要坐短车。好宽敞的缆车哦，叔叔。第二段是从 Fury 搭缆车到 Coconut Stake， 这里是主要的大转运站，风景已经开始变得壮观，可以看到高山冰川的地形。第3段的缆车来了，这台车好美哦 ！Thank you。我们2个包厢，皮皮抓，哇，刷皮皮下面是透明的，好快好快！哦，长什么样子？我后面，好美哦！下面都是那个冰川呢，都是冰。第3段也是最刺激、最壮观的一段，从 Coconut Stake 搭缆车直达冰川天堂。这是欧洲最高的缆车站，标高3883公尺，真的会有一种进入云端的感觉。叔叔的水晶车厢真的是太漂亮了，超扯的！你看，可以直接看到下面呢，好恐怖！我们现在可以明显感觉到多高，因为我们现在开始越来越喘。有吗？我没有我觉得有是哦。对啊。哦，而且你有听到这风声吗？其实有点恐怖现在3345公尺了，来看一下叔叔后面长什么样子，超美的哦，超美的。我拥有整个策马特的群山。哇！马特洪峰应该在我们这边，但是我们现在看不到。哇，我们到云里面又遇到白墙了啦。马特洪峰应该在旁边。对，然后我这边可以看到一直在往上。哦，我刚耳鸣这是已经很高啦，我们还继续高海拔3440，好快，3450，所以急剧上升，这个有高山症的人就会有点受不了。后面这我们在爬山啊，对不对？对啊你看这好陡哦，这超过90度了吧？哇，好高那个缆车站，太酷了！天哪，风好大哦！天哪！
刺激哦！哦 ，Arrive safely。哦，冷冻，好冷哦！最后很恐怖，对不对？这个好可怕，最后整个甩上去，风很大，最后的风很大。我们要去冰川天堂你要了。注意时间，最后一班。我们先找个地方穿衣服吧，全副武装出发。现在在冰川天堂了，然后我们要先坐电梯，知道这上面最冷的地方了。这里的话只有到15:45而已。然后会不会一开门，然后我们就解冻？我们现在全部都是阿米耶，好好笑。灯不进哦。哦，好亮哦！哇，嗨，一起踏入白色的世界 ，Go！ 哇！看后面！天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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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哎，我麦克风会被吹走啊！我们要到最高点喽。叔叔怎么跟我们上次一样？对啊，你能够想象现在6月的时候还可以看到这种冰天雪地的世界吗6月雪。我们现在海拔3845，哎！天哪，我们机器会被冻坏啊！对，它就在我们前面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就在这。不是，他不是写，他写 Bridge Home 啊。哦，是哦，马特洪梦在我们前面啦，在那边这边看不见了吧？这是好冷啊！我的手已经不是我的手了，好冷哦！很难想象的温差这么大。对啊，没办法，因为这是那么高的地方。啊，痛！这里是冰川天堂最高的观景台，本来应该可以看到30座高山、14条冰河，但我们今天超级幸运，风超大，雪超冷，整个就是一片大白墙，什么都看不到，连马特洪峰都消失了。从上面下来了，感觉在拍什么《浩劫余生》之类的。冷死雨天过后，好冷哦，这隧道也很冷哦。你看这个很漂亮哎，前面有 Peak Shop， 希望商店里面有暖气了。我点了一个 Rusty， 上面是香肠 ，Rusty 是瑞士必吃的东西。然后我觉得我讲话好像变慢了。我现在连嘴巴讲话的那个肌肉我都觉得很难控制。在冰川天堂，如果冷到不行或肚子饿，这里有一间高山餐厅可以休息一下，但是价格真的蛮有高度的，跟海拔差不多高。但在这种地方有热食可以吃，还是觉得很满足。欢迎来到杨妹妹，哇，都是冰哎！这在画面里面是浅蓝色的，你看，这是冰哎。有啊，我在冰洞里面。除了观景台和餐厅，冰川天堂里面还有一个超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冰宫。走进来就像进入另一个世界，整个空间都是在冰川底下挖出来的，里面气温大概零下几度，地板、墙壁，甚至连雕像全部都是冰做的，里面还有超多细致的冰雕，像是冰做的动物、冰椅、冰隧道，有些还会打灯，拍起来超梦幻。还有一条小小的冰滑梯，虽然说小，但滑起来还是很刺激。叔叔加油！好黑哦。你头太高了啦！会吗？你头会不会撞到啊？不会，等我先出去，等一下。可以来了。它没有滑。还没有滑，我的很滑哎。我可以下去的时候再跟我们说。快点来了，你干嘛？为什么？好了，可以了。好。好快呀！慢来，慢来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但是你没有像阿嘎这么惨啊！好快哦！叔叔，我太胖了，滑不动。好好玩哦！我家赶着回去了。
最要紧的就是，如果你高山症马上下降300公尺，状况会缓解很多。会马上缓解。因为高山症的症状，嘴唇变他连紫色的嘴唇都变紫，色鼻子变红色的。我们现在的穿着怎么跟刚刚差这么多？因为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圣马特小镇上了。全部都变短裤哎！热哎，现在几度？现在有17度哎。哦，刚刚上面只有12度哎。好冷哦！对的。刚刚冷到我的手都觉得有点被火烧伤的感觉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去逛街，去最有名的唯一一条叫做班霍夫大道。叔叔这趟都在找贴纸，因为他的新行李箱贴纸都没了。我现在很想要把那伯恩的再收集回来，伯恩熊。那我们再去伯恩吗？伯恩熊很可爱。这只要价台币快250块，来试试看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巧克力？好甜，很浓，但是我觉得太甜，甜到我想喝水，哦，不推。我们那时候就住在上面那个房间。哦，那次我看变贵，所以就哦，变贵。那是几年前了。2018哦8年前，今天的行程终于告一段落。从五湖践行步道中的2湖开始，下午还冲上冰川天堂，瞬间进入冰天雪地的世界。傍晚又在班霍夫大街逛街，真的是超充实的一天。明天我们就要告别策马特，前往 Interlaken 跟 Grindelwald， 继续我们的阿尔卑斯山之旅，敬请期待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或是热推影片，也可以加入频道会员或是超级留言来支持我们哦。那我们下期见喽！